He's in big trouble. He may not be able to recover. It's up to 7 and 8. He's not gonna make it. Unbelievable! Unbelievable! 你见过这么惨的泰森吗？狼狈地趴在地上，摸索着自己的牙套，这是令无数泰森粉丝心碎的一场比赛。泰森的不败金身被彻底打破，37连胜的神话也被终结。为什么不可一世的泰森会变成如此狼狈模样？让我们把时间拉回1986年。此时泰森正处于生涯最巅峰的时期，泰森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那就是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重量级冠军。于是，在1986年11月，泰森对上了当时 WBC 重量级冠军博比克，而泰森非常轻松的在第2回合就打出了 KO， 成为最年轻的 WBC 冠军拳王。拿下金腰带后，泰森并没有停歇，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名叫詹姆斯·史密斯，曾拥有 WBA 冠军腰带。比赛过程十分焦灼，但结果不出所料。泰森与史密斯打满12回合，最终以点数获胜，拿下 WBA 冠军金腰带。当下已经2条腰带在手，还差最后1条。接下来这位对手名叫托尼·塔克，是当时的 IBF 冠军拳王，生涯战绩34胜0负29 KO， 与泰森一样都是不败金身。这场比赛可以说是80年代重量级的巅峰对决。两人打满12回合，泰森最终艰难的赢下比赛，终于拿下 IBF 冠军金腰带，一统拳坛3大头衔，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拳王。一统拳坛后，便开始接受其他人的挑战，但这些挑战者无一例外都被泰森击败。卫冕多次的泰森心态开始发生变化，腰带都在自己手中，并且没有人能威胁到自己。没有了目标，加之自己的导师已经去世，没人告诉泰森接下来该怎么办。平时结交的也都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让泰森请他们吃饭、喝酒、蹦迪。很快，泰森开始慢慢疏于训练，沉浸在花天酒地当中。时间来到1990年，泰森新一场比赛的对手名叫道格拉斯，曾在拳坛只能说是小有名气。在之前曾挑战过冠军拳王，但都全部失败，因为对手名气实在太小，在美国甚至都没人愿意承办这场比赛。于是比赛的主办地改到了日本。彼时的泰森37战全胜，是红遍全球的重量级超级巨星。赛前不管是媒体还是观众都一致看好泰森，比赛的赔率更是高达惊人的42-1。但比赛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更是入选了20世纪10大爆冷比赛。好了，话不多说，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载入史册的拳坛大战吧。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第一回合马上就要开始了。右边黑色裤子的是麦克泰森，白色裤子的是道格拉斯。本场比赛在日本举办，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拳王争霸赛啊！如果道格拉斯能够击败泰森，那么他将夺走泰森手上的全部冠军金腰带。那么第一回合刚开局，两人的换拳非常频繁。我们刚才讲到啊，这场比赛的赛场是改到了日本，因为道格拉斯的名气实在太小啊，很多人觉得这场比赛没有什么悬念。而泰森这么多年呢，又已经吊打无数的选手了，很多观众买了票上来看了10秒钟，比赛结束了，大呼啊，这票买的真不值。所以说这场比赛如果对手名气不大的话，其实啊，对于票房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改到了日本之后，日本观众啊也没见过泰森打比赛，所以说这样票仓的基本保障就有了。而同时来到日本之后，这个日本的漂亮小姐姐啊也是很多。泰森呢在这段时期又非常喜欢去夜店玩，那所以啊各大夜店的美女姐姐可以说是蠢蠢欲动。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前2天，泰森被爆出新闻与8名日本小姐姐进入酒店，在第2天才出来。那对于比赛的状态影响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在比赛的结果上看出这件事情对于泰森还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刚开局，泰森体力还是很充沛，毕竟刚开始啊，拳击比赛呢是有很多回合的，现在第一回合还看不出来两位选手的体力差距。虽然我们刚才讲到道格拉斯是一个名气不大的选手，但是他能够挑战其他的冠军拳王，其实也说明了他的实力本身是不俗的。泰森想要试图进攻，但道格拉斯的拉扯非常好，同时他的前后手4拳打完之后立马拉开，也没给到泰森还击的机会。可以看出道格拉斯对这场比赛的准备是很多的，他知道泰森非常喜欢扑入近身，他就保持中距离，同时拉开自己的脚步。前手4拳不断试探，泰森扑入近身，大摆拳打出，但是这边被道格拉斯左右手的重击直接命中，上勾再打到泰森。
泰森顶入近身，想找一波机会，道格拉斯将对手推开。这场比赛的判罚尺度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次选手在近身不断的缠打，裁判也没有叫停。看来换了比赛的举办地，这个比赛的判罚尺度也是不一样的。可以看到这边2位选手在近身一直在缠抱，裁判没有叫停比赛，也说明了这场比赛的进攻性可以再拉大一点。好的，铃声敲响，这一回合暂告一段落。我们能够看到这一回合道格拉斯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很多次呢是接住了泰森的出招。来到新的回合，前手4拳连续命中，这是道格拉斯的得分。同时他的步伐非常灵敏，扑入近身，泰森想在近身打出一些进攻，但是道格拉斯直接孤镜了，裁判也是叫停了这种行为。道格拉斯左右手的摆拳不断的命中，同时配合前后手的重击，这一波是道格拉斯的进攻高潮，他拿到非常多的得分。泰森扑入近身，想要做出些还击，但道格拉斯的反制非常好，利用自己的长臂斩不断的在追打，这也让泰森非常难受，没法扑入近身去进攻。每当扑入近身的时候，裁判就拉开了。右手重击，再加上勾拳。泰森现在这场比赛打得有点暧昧啊，不断在和对手搂抱。在扑入近身之后呢，没有什么近身的重击。按照泰森以往的风格，在近身的时候他会补一发击负拳，再加上勾。但这场比赛中我们能看到没有什么这样的动作，可能是道格拉斯的力量太大了，没有给到他进攻的时机。两人在近身不断对抗，泰森又扑入近身，近身吃到自己一拳。道格拉斯的右摆左勾右勾，连续命中。泰森现在很久没有拿到有效的进攻了，有点被打懵的意思，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时机，一直在扑近身，思路不是特别清晰。他们拉开，摆拳，泰森击负。两人在近身你侬我侬，缠抱了许久。泰森摇闪扑入近身，又一次被道格拉斯接住。但现在比赛进入到这种情况啊，其实看着就有点没意思了。我们要知道，泰森往往他的风格都是暴力美学，但这场比赛已经被道格拉斯的这种拉扯性的打法给搞得非常难受。同时，道格拉斯的进攻也非常精准啊。不过泰森这波的摇闪是做得非常好，把他的进攻全部躲掉了。泰森这场比赛绝对不是没有状态来的，也有很多技术性的东西。只能说道格拉斯目前为止做的都非常好，包括对战术的应对以及对泰森的研究。简单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新的回合。来到第7回合，两人在近身不断对轰，泰森又吃到一发左摆，又是左手刺拳，道格拉斯再次命中。我们能够听到台下的教练组啊喊得非常的激情。这场比赛让道格拉斯的团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赛前他们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但是比赛的进行过程中发现道格拉斯今天状态非常好，所以更加群情激愤的在指挥布置战术。而泰森自从恩师去世之后啊，他的教练团队一直缺少一个灵魂人物，这让泰森没法集中精力去训练去比赛。抵到边角，击负再加左摆，这也是泰森的常用打法。左手的摆拳，
再近身推拉。好的，这一回合也暂告一段落。目前看起来两位选手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新的回合开始了，开局两人又是重拳互轰。泰森下前躲过对手的摆拳，但是来到近身之后，他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是泰森本场比赛最大的一个漏洞。每当他扑入近身，没有进行补拳，这不是平时泰森的风格。上勾，再加右摆，下前又一次抵入了近身。这场比赛我们看到最多的一个动作就是搂抱。泰森这边是一个后手的重击，不过按照以往来看，都是别人搂抱泰森多一点，但这场比赛更多的是泰森去主动搂抱道格拉斯，这是和以前的情况产生了一个相反的境地。又是熟悉的近身搂抱，这场比赛越打越暧昧了。泰森前手后手重击，突然发难，道格拉斯选择搂抱，将泰森抵入了边角。前手摆拳，右手重击，两人不断搂抱，拉开距离。泰森这边连续吃到2发左手，情况不是很妙。泰森接连吃拳，又被刺拳打中，还有勾拳。道格拉斯这一波的进攻非常漂亮，完全将泰森的动向给捕获到了。在他的面前，这一波泰森的闪躲形同虚设。上勾，泰森也予以还击，同时配合自己的躲闪逼入了近身。但这场比赛泰森逼入近身更多的是规避对方的进攻，而不是自己要主动发起进攻。前手后手大摆拳，泰森已经显得有些吃力了，还在下潜躲闪。泰森尝试了击腹重击，但效果不佳。上勾，哎呦，泰森打出了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击倒。裁判再进行读秒，道格拉斯缓缓站起，他不想放弃这次机会，他有机会继续作战，有机会和泰森拼到底。铃声敲响，道格拉斯在这回合中被打出了击倒，但正好铃声敲响了，给了他一个缓冲的时间，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赶快休整一下，道格拉斯，这是此生仅有的一次机会。And down went Buster Douglas. Different angle. Look at the head snap and the perspiration fly. 好的，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新的回合，开局两人就频繁换拳。泰森因为刚才的击倒，信心大增，进攻性再次加强，击腹上勾。但是道格拉斯的左右手还击非常好，连续命中，泰森只能下线躲闪，开始搂抱来规避对手的进攻。泰森刚打出一波小高潮，但接连的是道格拉斯凶猛般的反击。泰森右手重击，想补左勾拳，道格拉斯通过搂抱化解了这波进攻。两位选手在这场比赛中对于搂抱的理解真的是非常到位，都在频繁的运用。台下的观众沸腾了喊的嗓子都快哑了。其中有教练团队的指挥，也有热心观众的呐喊。裁判拉开两人，
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进展，裁判对于搂抱的尺度也是加强了。像刚才在近身打半天都不叫的，现在一搂就直接拉开。泰森又一次在近身搂住对手，看起来像是在给自己找一些喘息的时间。体力打到现在有点撑不住了，不敢进攻了，出手也变得更少。但是前后手的命中让泰森雪上加霜，上勾也打空，泰森的出招角度偏移的离谱。道格拉斯在边角想将泰森一波带走，泰森已经被打到后仰了，上勾前手后手大摆拳连续打出，泰森还在硬抗。这就是泰森的抗击打能力，即便体力已经不支，即便已经吃了这么多拳，泰森还是没有倒下。泰森还想做出还击上勾拳，但此时我们能够看到泰森左眼睛已经肿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非常影响视线的捕捉。裁判拉开了两人，比赛继续，但泰森的左眼睛受了重伤，他看不清对手的出招。道格拉斯紧追不舍，接连的补拳，前手后手连续追打。泰森不愧是铁人泰森，吃了这么多重击，还屹立在擂台之上。再来两拳，泰森还能扛住吗？道格拉斯在耳边轻语：“别撑了，哥，你就倒下吧。”但泰森听不进去这些，他作为一个世界冠军拳王，他有自己的尊严。我们能看到泰森回到边角的脚步都已经非常不稳了，完全是在硬撑。来到新的回合，第10回合，泰森对阵道格拉斯。开局两位选手体力都已经有点打空了，频繁的搂抱换拳，能够听到响亮的声音。两人在近身缠绵，前手，泰森搂抱，前手拳先打下巴，后手重击，再来一发右手重击，控制好距离，这是道格拉斯想要的中距离作战。又将泰森推开，前手刺拳不断点到泰森的脸上，再来一发右手的重击命中下巴，前手后手的配合让泰森直接倒地。不可一世的冠军拳王泰森在第10回合倒在地上，牙套也被打掉。泰森恍惚的将地上的牙套塞入自己的嘴中，裁判还在读秒，但泰森的状态已经非常差了。裁判直接抱住了泰森，宣布比赛结束。这是一场 KO 获胜的大战。来自美国的不知名小将道格拉斯在日本将不可一世的37连胜的3冠王泰森斩于马下，并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将泰森 KO 送走。现场道格拉斯的团队兴奋了，他们没有想过比赛会是这样的方式获胜，他们或许在比赛的中间想过以点数获胜，想过道格拉斯会输，但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以这样的方式将泰森干净利落的送走。泰森的左眼已经肿起了大包，完全看不清东西，他的状态现在非常差劲。我们能够看到泰森团队这边都在安慰泰森，还有一些起哄的主持人，可以说是见证了历史。37连胜的冠军拳王麦克泰森在此刻倒下了。What a scene here in Tokyo. Who would have believed this? Boy, I'll tell you one thing, when the heavyweight championship is on the line, this is why, folks, you can't afford to miss them, no matter who the opponent is. This is unbelievable. 2 jabs, third jab, a glancing blow. Mike's legs weren't there at this stage, in my opinion. Still coming forward, and there is just a great uppercut. And it's that uppercut that had Mike back reeling, and then followed up by a real strong left hand. And as it worked out, that's all she wrote, as Mike is now about to be counted out. Wow.
Boy, you talk about Mike being out of breath and out of gas in some of the big upsets. This is unbelievable. I'm out of breath and out of gas. This is a draining fight to call and to watch. But what a great sporting event to be at. Oh, look at this. And Buster's still throwing punches. Another big left hand, throwing the punches as he goes down. And Mike,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as the mouthpiece